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七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无法抗拒的爱第8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 Kim 从姐姐闺蜜奈特那里得知 T 哥在姐姐的房子上并没有出1分钱，姐姐的财产并不是他和 T 哥的共有财产，按照遗产法 Kim 有着姐姐财产的1半继承权。 T 哥为了抢回姐姐的遗产，故意卖惨演了一出好戏，还派人打了奈特一顿，将其嫁祸到 Kim 头上。帕克见 Kim 因此坐了牢，生气的他来到穆克家和其对峙。回到本章，帕克给了穆克一巴掌，斥责他对 Kim 下的手太狠了。穆克也不是软柿子，回敬了帕克一耳光。眼看着两人就要打起来， T 哥拉住穆克，没想到帕克还是再次动手打了穆克。穆克气急反笑，嘲讽帕克，让帕克回去告诉 Kim 不要再纠缠他了。帕克听此反用结婚的事情呛穆克，称如果 Kim 放不下穆克的话，又怎么会和他结婚呢？穆克自然不知道原因，两人不欢而散。不久后，帕克回到家中，一无所知的 Kim 问起他去哪儿了。帕克撒谎称去店里了，可是他一边肿起的脸出卖了他。在 Kim 的追问下，帕克将去穆克家里的事情说了出来，还添油加醋地称是穆克先打他的。见 Kim 不相信，他装作生气的样子，斥责 Kim 确实是穆克先动手的，还拿 Kim 头上被穆克打的伤作为证据。Kim 拦住生气的他，决定让帕克和他一起居住在姐姐家里。几天后， Kim 公司的员工们发现 Kim 已经好几天没来公司了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 Kim 来到穆克身后，穆克向 Kim 道歉，那天出手过重。 Kim 则没理会穆克，他向员工们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穆克不再负责公司的工作，他和帕克即将搬进姐姐的家中。等超度仪式后，请穆克来到姐姐家里做室内设计。散会后，穆克跑来质问 Kim 为什么让帕克住他哥的房子。 Kim 反驳道，那是姐姐的房子。穆克不乐意了， Kim 这是要把 T 哥扫地出门。他准备离开时， Kim 为了气他，还让穆克在设计姐姐房子的时候温暖一点，这样适合相爱的夫妻居住。穆克停下脚步，拒绝了这个要求。 Kim 拿工作要挟他，之后让穆克看着桌子上的照片，挂在姐姐房子里哪里比较好看。穆克打开一看，正是 Kim 和帕克的婚纱照，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拿着照片就砸碎在地上，质问 Kim 到底想干什么。生他的气就算了，竟然还将气撒到其他人身上，还派人打奈特。 Kim 听不下去了，斥责穆克只有脸好看，脑子和眼睛都不好使，两人不欢而散。晚上时，穆克来医院看望奈特，没想到奈特看到穆克后，情绪变得非常激动，好不容易安慰到他的情绪。穆克接到 T 哥的电话，奈特瞬间更加激动起来，称他们兄妹俩都很可怕，还跌落在地上。这时 Kim 来到这里，以为穆克对奈特做了什么，不管3七21，将穆克拉了出去。穆克解释道，他来找奈特只是为了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Kim 让他以后不要再纠缠奈特，否则他就让帕克解雇 T 哥，让他一辈子找不到工作。说完还将穆克推倒在地。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，还在气头上的 Kim 将穆克锁在门外。本来他不想开门的，但看到穆克如此害怕，他最终还是没忍住走了出来。没想到穆克却给了他一巴掌，最后只留他一个人待在雨中。不久后，莫娜得知了帕克要搬进姐姐家中的事情。其实帕克也不想去住，但是 Kim 应该还想着报复穆克，所以他要陪着 Kim。 莫娜听此阴阳怪气道，都已经和帕克结婚了，还惦记着报复前任，该不会两人还有感情吧？这把帕克气得不轻。莫娜接着煽风点火，出馊主意，只要帕克怀上 Kim 的孩子，之后就随便拿捏穆克了。帕克虽然嘴上骂着莫娜，心里却偷偷记下了。另一边，穆克的情绪低落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T 哥来找他，故意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称他决定将房子让给 Kim， 玩了一手以退为进。穆克自然信以为真，他拉起 T 哥的手，让他不要想太多。 T 哥没有房子后，想在他家住多久就住多久。 T 哥也煽情地表示，现在只有他们2兄妹相依为命了，当然真情实感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。帕克听从莫娜的建议，主动穿上暴露的衣服勾引 Kim。Kim 看着搔首弄姿的帕克，不知道这是在搞哪一出。帕克靠在他身边各种诱惑，见 Kim 跟木头一样，主动出击，将手伸进 Kim 的衣服里。没想到 Kim 却一脸抗拒，还让他将衣服穿上，之后还翻身背对帕克装起睡来，热脸贴了冷屁股的帕克大受伤害。第二天，穆克和同事们正商量着设计的事情，阿芬来到了这里，原来他是来找穆克一起吃饭的。
在同事们的怂恿下，穆克同意下来。八卦的同事们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，七嘴八舌地表达着替他们着急的心情。当同事们走后， Kim 却一脸哀怨地从后面走了出来。饭局上，穆克主动邀请阿芬和他一起设计姐姐的房子，阿芬盛情难却同意了下来。这时穆克打了个喷嚏，阿芬绅士地把西服借给他穿。 Kim 这时正好赶到，看着两人亲昵的样子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正要上前阻止时，结果和服务员撞了个满怀，东西也洒在了穆克披的西装上。阿芬斥责 Kim 是故意的，没有一点男人的风范。 Kim 则威胁起阿芬注意自己说话的态度，否则有可能会被辞职。穆克出头帮阿芬说话， Kim 索性不管两人。不过在离开时，他看到两人互相关照的样子，脸上又挂上了幽怨的表情。很快到了大师为姐姐超度的日子，几人尴尬地跟随大师做法。帕克还是不太愿意在这里住。 Kim 为了亲穆克，表现得和帕克很恩爱。帕克实时地配合他演出，还找好一个角度让穆克帮他们拍照。穆克虽然气得不轻，但还是准备拿出手机为两人拍照。小楚看不下去了，找来 Kim 说有事要谈。原来 T 哥最后选择将房子交给 Kim， 而姐姐的其他财产供他所有。两人一见面，火药味就冲得不行。这时 T 哥的电话响起，原来是小刀来找他要钱了。 T 哥赶紧转移话题，称有事要先离开。而看到小刀的 Kim 不管3721，拉着穆克就要去找小刀。他带着穆克一路追踪着 T 哥的车，而 T 哥则在车上质问小刀为什么又来找他。原来是他上次发了假的账单，其实根本没转钱给小刀。小刀让他赶紧转钱给他，否则他就要将枪交给警察。 T 哥无奈下只好真的将钱转给小刀。小刀拿到钱后，态度180度转弯，主动邀请 T 哥去他家坐坐。 T 哥则称自己肚子饿了，让小刀先去买点吃的，他先去他家等他。原来 T 哥是想支开他，寻找小刀将自己的枪藏在了哪里。而穆克正和 Kim 拌嘴，一言不合就将他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 Kim 随手拿起草往穆克嘴里塞，讽刺他像牛一样蠢。穆克气不过，拿草进行反击，两人打得不可开交。 T 哥也忙坏了，他几乎找遍了小刀家里所有的地方，就是找不到枪在哪儿。这时小刀回来了， Kim 连忙拉着穆克跟踪他。小刀在楼道接电话时不慎掉下一个东西， Kim 为了两人不被发现，和穆克装作热吻的小情侣。幸好小刀也没在意，捡起东西后就离开了。之后他一路回到家中，却发现 T 哥竟然已经摸到卫生间的天花板，他急忙拉他下来。两人正掐架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衣衫不整的两人打开门一看，正是 Kim 和穆克。穆克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了， T 哥自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更何况他本身就脏。穆克气得扭头就走， Kim 则因此扳回一局，也心满意足地离开。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穆克的态度依然强硬。他表示就算 T 哥和小刀交往，也代表不了他就是杀害姐姐的凶手。见穆克依旧为 T 哥开脱， Kim 斥责他，如果他还相信 T 哥，那么他们就别想回到以前的关系。穆克毫不示弱，称自从 Kim 和帕克结婚后，他们就回不到从前了。 T 哥和小刀也在吵架，如果不是因为小刀，穆克本应该就这样被他蒙在鼓里。见小刀不当回事， T 哥威胁小刀把枪交出来，否则他一定会杀了他。之后小刀将卫生间天花板打开，结果却从里面拿出一团卫生棉。 T 哥见此没了脾气，将卫生棉塞给小刀后离开了这里。为了防止穆克再次回家被 T 哥洗脑， Kim 强行带穆克回到了姐姐的家。穆克拿强行禁锢罪威胁 Kim 却看穿穆克，如果穆克真的想要报警的话，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跟着他来到这里，他一定对他还有感觉。穆克则让 Kim 不要这么自恋。这时他接到了阿芬发来的关心， Kim 又吃起醋来，正阴阳怪气时，穆克却表示不仅是阿芬的消息，还有帕克发来的连串亲切的问候，让他赶紧回家。 Kim 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，他下定决心，穆克没看清 T 哥真面目前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却没想到穆克竟然主动吻了上来， Kim 一把拉开他，他不明白穆克要干什么，穆克却要 Kim 承认他还爱着他。之后两人再次拥吻在一起，情到浓时更是在沙发上直接开始宽衣解带，赤裸相待。第二天早上，穆克小心地从 Kim 怀里挣脱出来，他回想起昨晚的事，不由得流下眼泪来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帕克为了勾引 Kim， 主动在他面前脱光衣服，而穆克不知为何竟然拿刀指向 Kim，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。
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且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